又到了1年1度种植挽莲的时候了，那么怎样种挽莲才能长势好，容易立叶，容易开花呢？花花总结了一些经验和心得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播种时间，用种子播种挽莲，最好在3月下旬或者4月中上旬。过了4月以后，就不建议再用种子播种挽莲，很可能会错过生长旺季，导致当年无法开花。有些卖种子的商家说挽莲4季都可以播种，4季都开花，这是错误的说法，他们只是为了卖种子而已。挽莲种子播种下以后，至少要3个月才有可能长花苞，也就是说3月播种，6月到7月可能会长花苞开花，而6至7月正是挽莲开花的季节，刚好应季。要是播种晚了，立叶以后最佳开花时间已过，就无法开出满盆挽莲来。挽莲种子，想要用挽莲种子种出漂亮的挽莲来，种子选择很重要。要是你选择的是假种子，那是开不出花来的。比如菜莲的种子的话，就算栽种了，也会不立叶、不开花，只能长几片浮叶。只有买到真的挽莲种子，才有养到开花的可能。因此，在选择挽莲种子的时候，要找靠谱的商家买，或者问身边养挽莲的亲朋好友要几粒，品种更有保障。栽种容器，不同品种的挽莲栽种容器的大小也不一样，选择错容器可能导致挽莲生长不良，难以开花。根据挽莲株型的大小，可以分为微型挽莲、小型挽莲、中型挽莲、大型挽莲。内径15至20厘米，深度8至15厘米的容器适合种植微型挽莲；内径25至35厘米，深度不低于20厘米的容器适合种植小型挽莲；内径35至45厘米，深度不低于30厘米，适合种中型挽莲；内径50厘米以上，深度不低于40厘米的容器适合大型挽莲。因此，你买的是什么类型的挽莲种子，就要对应选择什么样的容器，而不要不管什么类型都用很小的容器栽种。栽种土壤，栽种挽莲的时候，有干净的河泥、塘泥最好，含有很多有机质，对挽莲的生长有帮助。但不管是河泥、塘泥还是原土，都要确保干净卫生。有些花友从池塘里挖那种黑乎乎发臭的泥巴来直接种挽莲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可以把上面发臭、稀烂的泥巴去掉，挖下面质量好一些的用。要是用发臭、稀烂的泥巴栽种挽莲，除了味道比较难闻以外，挽莲也很难长好，而且容易生虫。播种步骤：1. 种子开口。一般我们从专门卖挽莲种子的商家那里买到的种子，都是已经开好口的，直接播种就可以。但要是你拿到的挽莲种子是完整的，想让正常发芽，就必须要开口。开口的时候注意开对位置，我们要开口的是种子上有个小针眼的那头，不要开尖尖的那头。开口的时候可以借助钳子、锯刀等工具，或者直接在水泥地面摩擦，将种子外皮磨破，能顺利发芽。2. 浸泡发芽。挽莲种子不要直接栽种到准备好的泥巴中去，先用清水浸泡，让其发芽。在浸泡种子期间，每隔1天换水1次。温度合适的话，一般7天左右，种子就能发芽长出嫩芽。有些种子质量比较低，是发不了芽的。这种种子在浸泡的时候，往往会漂浮在水面，不沉底。遇到这样的种子，早点捞出来抛弃，避免污染水质。3. 栽种。当用清水浸泡的挽莲种子发芽长出2到3片浮叶，根系生长到2至3厘米长度的时候，就可以移栽到准备好的泥巴里了。移栽挽莲时要注意保护好根系，小心不要折断。挽莲的这些根系都是水生根，很脆弱，稍稍用力就可能损伤。移栽时应先将泥挖好一个小坑，然后将挽莲根不小心放入其中，再填好泥土。除了要保护好挽莲根系以外，挽莲移栽到泥里时也不要埋得太深，浅浅的种下，确保加水以后不会漂浮上来即可。
太深容易导致水生根腐烂，从而腐叶发黄或者整株死亡。这些水生根只需要1周的时间就能和泥融为一体，并向下发展，只要前1周没事，后面不用担心会浮上来。4. 养护。晚莲小苗移栽以后，不要着急施肥，否则容易产生肥伤，导致嫩叶烧伤，从周围开始干瘪。移栽后判断缓苗成功有3个方法： 1. 观察新叶颜色。种苗成活会生长出新的须根，能进行正常的水分代谢。根据顶端优势原则，此时新叶供水充分，显现嫩绿色，而缓苗未成功种苗的新叶，则因缺水显现深绿色。2. 观察新叶是否有吐水。种苗成活后新叶叶间有吐水现象，这是正常的。3. 种苗整体瘫软，叶片发灰，则种苗还未成活，仍需要几天缓苗。移栽好了以后，将移栽好的晚莲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养护，每天光照时间不少于4小时，等待更多腐叶长出。当腐叶长到4至6片的时候，就开始长粒叶。只要有粒叶长出，就离开花不远了。在粒叶长出的时候，可以给晚莲薄薄的施一点复合肥。给晚莲施肥要注意浓度，微型晚莲每次丢3、4粒肥料就可以了。中大型晚莲施肥酌情增加，10至15天施肥1次就可以了。但其实种植晚莲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的，今天介绍几个常见的问题。1. 种子不发芽。种子不发芽的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种子问题。只有充分成熟的并且还是新的种子才有出芽率，如果是几年的陈种，有可能胚芽已经坏掉了，所以不能发芽。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温度不够，17至31度是晚莲的发芽室温，22至28度是容易发芽的温度，如果温度不够高或太高，都是导致不发芽的因素。第三个原因是催芽的方法，没开口的晚莲子或者是开口方法不对的，也有可能不出芽。2. 一直不长叶。晚莲只长茎不长叶，很可能是水量不足导致的，它是喜水的植物，水深保证在20厘米左右才可正常生长。还有一种可能是温度不适，因为温度太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晚莲的生长，最好控温在20度左右，当然也可能是缺少光照，长期晒不到太阳容易徒长，会影响开花。3. 一直不开花。晚莲一直不开花的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菜种，所以就不会开花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光照不足，光照一直不充足的话，也会导致晚莲不开花，光照要保证至少每天5小时以上。如果是光照不足的话，我们可以看看晚莲的叶子是不是有发黄的情况，或者看看养护环境是不是没有直射光。还有第三个原因，就是不能种植太密。如果要是种植太过于密集的话，就很容易不开花。其实我们在种植晚莲的时候，最好是一个盆里种一个种子，如果是种偶的话，也要一个盆里面种一个种偶。晚莲需要的生长空间是比较大的，只要生长空间充足，那么对晚莲开花也是比较有好处的。还有第四个原因，就是晚莲的盆不能用透明的花盆，好多人叫别人去种植的时候，用透明的玻璃容器去种，但只要容器透明，无论大小都不适合去种晚莲，因为晚莲它是贴着花盆的盆壁，一节一节的往外生长，如果长出来的偶直接见光，就会被晒坏，根本就不长新根了，影响它生长，严重的还会导致刚刚长出来的偶经过光照在水里浸泡，出现氧化腐烂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透明的容器也不利于晚莲的花芽分化。第五个原因就是用土不当。好多人觉得营养土非常的肥沃，就会选择用营养土去种，其实这种土壤不适合种晚莲，因为这些土壤您加上水以后，它不会沉底，只会飘起来。晚莲种上以后，要让泥土紧紧的包裹起来，才有利于它吸收养分去长根，去快速的长偶。所以这种土壤不沉底，它底部不能够完全的跟种子贴合，并且它的水一直处于很脏的情况。晚莲的叶片长出来以后，要经过清水再出水去生长，
开花也是如此，所以要用就用糖泥，千万不要用一般的营养土，不但浪费钱，还会导致我们白白费了那么多心思。最后还有一点就是，有些时候因为环境或者养护的原因，要等到第2年晚莲才能开花。以上这些就是今天介绍的晚莲种植的内容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